今天我们要邀请来这一对呢，很特别，就是男方其实兼备了明星与企业家的身份，女方虽然说是一位名演员，可是其实据说她对于理财也非常有才华，所以他们结合之后，这方面的功力是不是也增强呢？我们等一下会了解一下。欢迎我们今天的贵宾，我们欢迎杨子先生、黄圣依小姐。Hello。欢迎两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开心见到两位，请坐。请坐，谢谢恒哥。哦，黄圣依小姐多年前参加过一个节目，叫做《康熙来了》。据说那个节目的主持人当时对黄圣依说：“我们对于第一次来宾不会那么过分，可是第二次我们就要很过分。”我们当时是我们两个人吗？对。然后我们有跟你说，我们对你会比较客气一点。对。直到下一次见面。这个话一定不是我说的吧？是他说的，对不对？好像是，但我现在很忐忑。我猜当时也有别的来宾可以让我发挥攻击力，我就没有对付他。可是我就觉得我有一天一定要找到他，再好好的问。所以今天你要好好攻击他吗？人家先生来了，就总要有点绅士风度吧。谢谢。好，首先我要求证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听说黄圣依在大学阶段就是一个会理财的人吗？你会买股票，然后你是你同学当中第一个买房子的人？对，这是真的。真的，因为我到北京也是一个外乡人嘛，所以感觉要做一点事情，然后就买房子就比较好的一个投资。我如果听到我班上的同学跟我说他在买房子，我会很惊讶。我也会吓到。哦，真的吗？我会不知道买哪里的房子会增值。哦，就我觉得买房子最重要的就是3个要素 ，location， 就是地点，所以一定要买好的地点就好。对。听到很多女生说我对数字一窍不通，你会不会觉得她们很笨？那倒也不会，就是只是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而已嘛。所以班上的同学有觉得你很特别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可能有一点吧，我也没问他们。哎，为什么我觉得你们一问我就很紧张？我总觉得下面是一个坑。没有，上面没有坑。很认真，我们觉得很好奇，因为我没想到你是一个会理财的女生呢。因为你老公把你形容成一个大笨蛋。有，他说他过一天就忘记昨天的事情，所以我就想说，这种人理财也太危险了。对啊，我是这样的吗？你觉得我是没有理财头脑的人吗？你的理财头脑，我觉得你是投资头脑吧？啊，对，其实投资和理财其实两回事。对啊，他是有眼光，然后有执行力，可是他不见得搞得清楚数字，是这样吗？是的。所以在你心中，他到底是聪明的还是比较单纯的？他就应该是一个聪明的笨蛋吧。你当时是不是已经具备了主持人的身份啊？就大学，对，因为我原来高中的时候参加过一个主持的比赛，然后就兼职的做过一段时间的主持人。结果后来怎么变演员了？后来就是觉得，我觉得可能演员更加专业性更强一点。他是在讽刺我们两个吗？所以主持人是没有什么专业性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笑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在想我要不要说这个问题。不，主持人他是需要很多知识面、很多知识点，但是这些东西可能在日常积累中可以掌握。但谁都可以当主持人，对不对？不是完全这样。你的意思就是这样。你先开炮的啊。在后边就接着了。他的意思就是他当时就对演艺工作有兴趣，就先尝试一个嘛，然后就考上了主持人。主持人不够，他想要再往更大的方向发展，对不对？我看你这话怎么圆回来？对，然后就是因为我先做了一段时间的兼职的主持，然后再去考的电影学院，当时就有一定的经验了嘛，然后我就觉得表演是一个完全陌生的，然后很有新鲜的、很有兴趣的，完全没有接触过的，所以还是更喜欢，对，更加有吸引力。所以你有跟你先生核对过你在念高中的时候他在干嘛吗？没有。我在跟他爸交朋友。真的吗？对的，因为他那个时候，应该95年，他爸爸是第二工业大学的，恰巧那时候我们的房子
租的房子是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闸北分校，所以那时候其实就还是有渊源。对对对，有。你那时候已经在做工作了。对。所以你比他大几岁？我比你大几岁啊？你不知道大几岁吗？我大8岁。哦，那很正常啊。就是他工作比较早，然后他你应该是那个时候是不是适龄的那个？对，我是在做兼职，啊，应该是94、95年的时候。可是你怎么会突然变演员呢？其实我自己对我人生的规划想特别明白，我想呢，在05年我是办兼职啊，就是我们公司，然后我说我要服务10年，那么我呢一直从业务员、业务科长、业务部长。我是问你怎么当演员的？对呀，我是在说前面要那么长哦。其实我是不想给大家误解，当然在我的这个初中的期间，我就在工厂里边勤工俭学。所以现在所有的车铣、爆膜钳这些主要的工序和工种，描图、晒图、绘图，我都能够，现在还能够实际操作。所以当我这些上岗或者是结业，拿到相关的结业证书之后呢，我就会转下一道工序。那么到了05年，你还醒着吗？有一点产生。我在想说晚上要吃什么。很快就到演员的部分。黄圣依，请问一下，你老公跟你讲话的时候，你可以听得下去吗？就是我觉得我逻辑性很强啊。就是因为你逻辑太强了，搞得我真的是哦。你可不可以直接跳到我问你？他得到那个他的点，你就直接告诉我是怎么变演员的就好了。所以我就说了，从05年，我就为了我自己的古董收藏，那我要成为一个比较知名的人。那么知名的人之后呢，那么演戏是让大家能够了解和认识我的最好方式。所以突然间我辞职之后，我说我要做演员了。你去报考了什么吗？没有，那我先去，真的是背着包去应聘的。那么很偶然的机会，我演了青花，碰巧这个青花又得了大熊电影节的最佳新人，然后我就开始拍戏。我觉得这边你一定会有怀疑，对不对？就是说他背了个背包跑出，就得到了主演的机会。对，应该他的家族有为这部电影捐那个资助了很多钱吧？大家都会这么想。对。所以说，如果当时啊，我为什么讲那么长？就是因为我不讲那么长，你也会这么想。你比如说，我做演员这个事儿，我就说了啊，那我当时05年结束之后，我就要做演员了。你们就问我，你怎么能做上演员呢？对，大家还是怀疑。其实那个时候，我们家现在是在雄安西区，就等于说保定的徐水，那个是属于3线，或者甚至更，你看河北省会石家庄、保定、徐水县。县级的一个公司，虽然我们在同行业还是蛮有位置的，但是它不是一样嘛，人家给你介绍他们家公司。我这么说的目的是告诉你，为什么？等下是哪一题而已？哪一题而已？哎，我们现在这个节奏是，我们和 S 的这个节奏是不是不对啊？是吧？康永哥，你能理解我是吧？我理解你的，只是他听到你从保定数下来，他就我跟你说，那个时候，因为你刚才说了一句，我是在动用我们家族的关系。我不是跟你说没有开玩笑的吗？我没有认为你开玩笑啊，我觉得很多人而且那句是他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不过你要相信我，就是我很乐意听这些细节的，所以是你受不了。不是我一时没想到说我到底是哪一题让他回答。他跟你说明是说他们家的企业虽然那么大，可是不足以影响到娱乐圈让他当主演，对不对？对，连小小的演员导演都不认识。你10年演员已经当完了吗？当完了，达成了你成为知名人物的计划，然后你可以开始推广你的收藏了，对不对？我已经陆续开始了。我15年开始我就没演戏了，对不对 ？OK。康永哥，我是突然间有一个脑补一个画面啊，因为我跟那个谁许先生我也认识啊，所以说你说我老公吗？对，你怎么会认识我老公？而且还称他许先生？那我应该说什么？你自己要问哦，这可能要另外再讲半小时。我跟你说啊，如果我在想脑补啊，不是那个许先生不是对你不敬，说我们俩那会儿要是结了婚的话，我们俩是不是永远是鸡对鸭讲？我再说一个问题，听，对他只要单点的答案，他不要一串答案。假如啊，我们俩结婚的话，可能这问题我没说完，他已经开车出去到了下一个地方了。完了，我一定会离家出走。By the way，你怎么会认识我老公啊？我不说。你想上热搜头条是吗？我老公没做什么坏事啊。为什么我认识出他是在做坏事的时候认识的？我怎么一上场5分钟之后我就这个印象了？
如果他跟你讲了，他跟你先生认得是在商业性的会议 ，OK 吧？我不相信，他觉得他们一起出去玩了。一定是出去喝酒啊，有共同的朋友之类的啊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、这没什么大不了，就喝酒而已啊。好，再问一题，这个你绝对没办法从头到尾噼里啪啦噼里啪啦。你们俩是不是在一部戏里面相爱的？其实不是，是不是？不是在戏上认识的，在一个小聚会上认识的。小聚会上认识的。说是 KTV 认识的。嗯，对，还真是。你先生会不会也在那个 KTV 房间里？我老公不在，许先生不在吧？我忘了。听说是 KTV 房间，两个人不认得，然后互相也没有很好的印象。但实际上是我们中间有一个朋友，介绍我们认识的。是一个有意安排的认识、不，就是随意大家有一个小聚会上。所以黄圣依为什么会对你当时的那个他没有好印象？因为当时他唱歌嘛，因为在 KTV 的他唱的不是特别好。对，而且我们唱歌的时候，我们是那样的，当，他就觉得哎呀，怎么这么时尚的人会用这种方式唱歌？时尚的人是谁啊？不，他说周围一帮都那么时尚的人就唱那种啊，就你不会站起来还有走步子什么吧？就站着就行了，走步子倒没有。你当时是故意想要搞笑没有，才唱吗？其实我放松嘛，我就觉得那是最放松的。你没有察觉美女在场，你应该表现得更时尚一点。看见了呀，就这样，一直这样。我是这样的吗？是的。那可能是因为你拿了那个名片给我。好。名片怎么惹到你？他以前有一个名片是在瑞士做的，然后里面有很多什么大头针啊，然后指甲锉啊、剪刀啊，但是是一张名片上面的，就可以拿下来，就好像还挺贵的这个名片。就是拿来炫给人家看，说哎，只有我有这个名片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当时我的理解是这样的，然后他也跟我介绍这个名片的一些功能啊，然后这个我就觉得可能。应该讲很长吧？对，讲很长。从瑞士的起源开始讲吗？为什么会选择瑞士这个公司啊？因为这个瑞士这个公司啊，就是他们所以杨贤，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名片会惹到美女们？就是她们显然就收到的时候都会翻白眼啊。我觉得那个时候啊，他可能我们是完全不来电的那种。可是你会拿出名片，就表示你以为这招就可以搞定他。不，其实我那张名片就是我一个名片，因为我那张名片在给他之前我已经用了10年了。因为当时我做剧里的总裁，我太年轻了。饶了我吧！我想让对方能够在10秒钟彻底的认识我，当然我指的是我的商业客户，就觉得我还有点创意的小伙子，所以我当时刻意设计了一张名片，只是拿给他。他可能那个时候见识比较少，所以也没见过。所以你那个名片一共定制了几张啊？那太多，用了10年呢，10年应该几万张。所以每一个人接到名片都说：哇，你这个人太 amazing 了，怎么都这么有创意？只有他一个人就是很嫌弃，是不是？他表面没有嫌弃，他可能那点这人太闲了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对吧？就你有钱，你显摆什么？他可能对我是这个印象，但是我已经感觉出来了。所以你回去没有把那个名片丢掉？应该那个名片放着吧，它确实是很实用，因为那个名片还挺方便的，很小。你如果放在包包里，什么有的时候需要剪刀啊、什么指甲锉啊，什么里面都有。剪刀、螺丝刀，比如戴眼镜。我想再听关于这个名片的事了，我知道它有很多功能。你不觉得听起来很神奇吗？那么小的名片，有螺丝刀，有你给他一张，拜托给他一张，给他一张。所以电话有打吗？后来肯定是有打电话，是谁打给谁的？肯定是他打给我呀。啊，对，那时候确实有一个。你不是那时候对他没有好感？他不是直接打给你说啊，你有没有空出来吃饭？不是这样，因为我肯定不会去的。他说啊，有个工作啊什么的，一个。那真是有工作，不是刻意的。是真是有个，不是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有一个工作，哎，是蛮适合他的。我说你去不去？对，他说没时间。那我说我来试试。他还帮我调时间。因为我正好是那时候是张纪中老师的组。我恰巧跟张纪中老师认识，那我说能不能协调？有没有不认识的人？对，许先生他都认识。你认识李小龙吗？可是你对他渐渐有好感了吗？也没有，因为只是觉得有交集嘛，会。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拍戏，就在象山，然后条件也不是特别好，然后他就会一直来探我的班。
开4、5个小时过来，然后看我，然后再回去工作。会不会其实就住在隔壁，只不过表演开车过来啊？不是那时候我也在拍戏，所以那时候是你在追他的实习吗？算是吧，在互相感觉吧。所以黄圣依那时候是高兴看到他来探班吗？其实我那个时候也没有特别吧，就是因为你肯定是作为女生，条件很艰苦，然后你肯定有人给你送温暖关怀的时候，你肯定会接受嘛。可是他到片场会一直烦你吗？就是一直讲很多话什么的。如果是交往对象，那叫做聊天，就是不叫做烦你。他可能说，你知道我开车开多久吗？我经过那个什么厦门，那个什么山呢？对呀、那如果交往，黄圣依就会爱听啊，那不会像你这样子啊。所以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是很多时间是他在讲话，是吗？就是我们两个，其实我是一个挺能讲的人，因为我原来有可能去做主持人嘛，对。但是我跟他在一起基本上都是没话的，就是听的，因为他就把所有的话都讲了。所以你们俩现在在家的状况是怎么样？就是起床之后他就开始有东西可以讲了吗？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很少有个时间能够 double 上。你在躲他是不是？对，确实。你今天晚上7点有空吗？他说有啊，那我不在家，就是这种。能躲多久躲就躲多久。我觉得怎么这个是我们俩挺好的，怎么被孩子给带沟里去了？你有察觉你在两人见面的时候，你话比较多吗？其实他话比较多，真的吗？真的。你会听他讲话？我其实是一个很愿意聆听的人，只是 S 刚才的那个问题，我是没有 get 到的那个点，所以我讲多了一些。哦，其实我不是这样的。他现在变很短，你知道吗？就讲。对啊，可以吧？对，我 get 到这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聆听他讲话，他如果抱怨他的工作累啊什么什么，你可以就是安静的听他说话。女孩子诉说的很多目的，有时候并不是建议你要去一味的去倾听，而是告诉你这么想是错的，你应该那么想。哦，他一想也是对，他就会开心了。可是如果别人跟你见第一面，你就表现的就是四通八达，谁都认得的话，那等于他一遇到什么困扰，他就很习惯的跟你讲，然后期待你能够说那个我认得，或者我能够帮你解决啊。其实他很多问题根本不用他讲出来，我已经解决了，所以不用再沟通了。你暗中知道他有对他暗中去调查说黄圣依现在有什么问题，就是把那些调查问题把自己倒在办公中，然后去攻击那些有问题的人。其实两个人接触久了，包括他的团队呢，我也很了解。有些情况的话，无论是他反应过来，或者我感觉到，或者他团队反应过来的之后，我们就不让他这些问题成为问题。黄圣依他有做到吗？他真的消灭敌人于无形吗？有，基本上现在就是团队有什么事情都不会直接跟我讲，就直接跟他讲，因为他可能觉得他的那个。所以近期来，他帮你解决了一个你觉得最让你烦恼的事情是什么？上次没报上那个班儿。哦，对，有一次，对，有一次报班儿。对他很纠结，因为而且也是上一个很好玩的节目之前。我本来是希望可以安排好再走的，后来他们说，哎，不行，一定要去。他也是就是在那个游说让我去的人群之一，然后我就去了，结果我也交代好事情，然后到了那边发现，没报上，然后我就一下子就马上就要发飙了，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特别重要，我小孩子报班，因为你理解的，对，然后我就要开始要炸了，然后我没跟他讲哦，他又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他说，哎，你已经帮你搞好了。这是谁通风报信的？肯定是有工作人员告诉他说我在那里就已经要生气要炸了，然后我说已经好了啊，他真的吗？我说你现在何时？哦，好啊，他就开心的去开展工作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许先生的朋友。